当载着3大长老的波音777还在大洋上空穿行的时候，激动不已的萧长坤抱着叶晨给他的那幅画像，开着费可欣送的那辆劳斯莱斯库里南，来到了书画协会的楼下。此时的萧长坤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神采，仿佛刚刚打赢了一场关键胜仗的杂牌军，正等着去那些正规军的面前扬眉吐气。在书画协会，萧长坤确实有些不受待见，混迹在这里的多数人都是文人雅士，有些人虽然没什么真才实学，混在这里纯属是附庸风雅，但人家好歹知道什么叫做附庸，自己没什么专业水平，跑来这里当陪衬，给专业人士更多装逼展示的空间，这叫附庸。自己没什么专业水平，跑来这里当个二把手，尸位素餐也就算了，还一天到晚强行装逼，这就不叫附庸风雅了，而是重新定义风雅。前者是文人雅士不可或缺的生存土壤，而后者则是文人雅士的宿敌。萧长坤就是那个重新定义风雅的宿敌，他其实对古玩字画狗屁不通，瞧见别人玩他就也跟着玩，但玩的浮于表面，几乎没什么真本事。这样的人能进书画协会当陪衬都多多少少有些不合格，可愣是让他一步步爬上了常务副会长的位子，这自然让许多人眼红又不忿，所以大家对他都有很大意见。裴会长也知道萧长坤是个大水货，可是他也不敢得罪萧长坤，毕竟萧长坤在洪五爷面前都极有面子，裴会长自知惹不起他，而且也有意想拉拢一下萧长坤，所以才力排众议，扶他当了常务副会长。可是其他人不似裴会长这般对萧长坤的人脉有所觊觎，所以裴会长能忍得了萧长坤，不代表别人也能忍得了他。当萧长坤停好车，抱着画来到书画协会门口的时候，便听见里面有人在说：哎，我说咱们那个萧长务到现在也没搞到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展品吧？另一人耻笑道：他压根就不懂字画，上哪儿能拿得出好东西来参加展会啊？就是。又有人附和道：上次我找了一幅咱们金陵清代画家蔡泽的画，拿给他去品鉴，他给我来一句什么？他说这画是山不像山，水不像水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名家之作，我都懒得搭理他。先前那人笑着说道：咱们这个萧副会长就是个典型的废物点心，他在咱们这闹出来的笑话还少吗？怕是一天都说不完，要不是有裴会长挡着，我早当面骂他了。这次展会他要是再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，我就实名举报，要求常务副会长换人。就是，其他人也纷纷附和，恨不得现在就联名向裴会长施压。萧长坤在门口听得脸色铁青，他气恼地抱着话筒走进去，一脸不爽地说道：一个个的跟老娘们儿似的，在这嚼谁的舌头根子呢？众人见他来了，也没把他当回事，其中一人撇嘴讥讽道：哎呦，萧副会长，咱们这书画展用不了多久就开始了，您这个常务副会长一副像样的作品也拿不出来，这不合适吧？是啊，有人煽风点火，萧副会长，就算您借不到什么好作品，起码也从自己的藏品里面拿1-2幅精品出来参展啊。您作为咱们的常务副会长，自己没有几幅像样的藏品吗？一大帮人都受到煽动，纷纷讽刺起萧长坤来。萧长坤冷声道：你们这帮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我萧长坤怎么会没有精品？只是有些画作来头太大，不方便拿出来罢了。此时萧长坤脑子里已经把自己带入成了叶晨口中的那位客户。其他人一听他吹嘘，一个个均是撇嘴鄙夷，完全没把他说的话当真。萧长坤也不多说，直接将话筒放在书画协会那张用来展示与鉴定的硕大书桌上，开口道：来，今儿个就让你们开开眼，看看我捡漏收的一幅唐代作品。且一众人的脸上更是写满了不屑。字画这东西保存本就不易，更何况国画使用的纸张虽然有很多种，但几乎都不似西方画布那般质地坚韧，时间太久很容易受损，保存下来更是难上加难。真正从唐代流传下来的画作几乎都是传世之作，
经过几十代人悉心呵护才流转至今。萧长坤说自己捡漏收了一件唐代作品，现场自然没有一个人相信。萧长坤见大家都不搭理他，不禁恼火地说道：怎么，你们还不信了是吧？丑，既然你们不信，那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。说罢，他打开话筒，将那幅孟长生的画像抽了出来。众人见他真拿出一幅画来，一个个都立刻凑到跟前。不过大家凑过来都不是为了一睹唐代画作的风采，而是打算看一看萧长坤这一次是怎么闹笑话的。毕竟萧长坤闹笑话可不是一天两天，一次两次了。可是随着萧长坤将画轴一点点摊开，所有准备看笑话的人都立刻瞪大了眼睛。谁都没想到这幅画竟然画得如此生动。不过大多数人因为对萧长坤有意见，所以这时候纷纷开口质疑，这不是唐代的画风吧？搞不好是现代的写实派画手臆造出来的。那些学西方素描的画手最擅长这种写实风格的绘画，我看也不像唐代画风。唐代的风格应该还没这么娴熟，就是唐代要有这么厉害的画家，怕是早就出名了。众人纷纷质疑时，之前还在嘲讽萧长坤的老爷子却脱口惊呼道：妈呀，这作者的画工简直出神入化。说实话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，别的不说，这绘画功底也太强了吧，每一笔的运笔都堪称完美，细节也丰富到令人发指的地步。那些画了一辈子画的画家也未必能有这样的运笔，此人说的不假，一般人还真的很难练到这种运笔。毕竟姜家老祖活了113岁，这在古人里几乎闻所未闻，而姜家老祖本身又不懂修炼，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练习绘画。单纯就这个功底而言，已经是绝大多数画家拍马都追不上的了。更何况姜家老祖后半辈子一直在等孟长生回来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一幅接着一幅画孟长生的画像，更是娴熟到了无人能及的地步。而这一幅是他最满意的，成千上万次运笔，没有出过任何一点瑕疵与纰漏，绝对的完美。另一人凑上前来，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着画像的细节，激动地说道：这画真的是唐代卷本画啊，这质地一看就是老物件，绝不是造假能造出的。而且马老说得对，这画工之强，实乃我生平仅见。马老乃是金陵书画协会最强的泰斗之一，也是现如今在书画协会比较有声望的成员。一直以来，让他做书画协会常务副会长的呼声很高，所以他也是萧长坤眼中最大的竞争对手。连老泰斗都说这画确实是唐代的了，一众人便也都激动兴奋起来。众人围着这幅画看了半天，越看越是心惊，越看就越是亢奋，因为这幅画在他们眼里，画工已经超过了唐代历史上的所有画家，其所呈现出的意境也属实令人惊叹。那泰斗激动不已地问萧长坤：你这画哪来的？萧长坤用下巴对着他，不屑地说道：我刚才说了，这幅画是我捡漏捡来的。笑话！那泰斗不屑地说道：一幅能从唐朝流传至今的画作，怎会被你这种草包捡漏？萧长坤撇嘴道：我知道你瞧不起我，总觉得我没你有真才实学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人这辈子有时候不光看真才实学，还要看机缘际会。说着，萧长坤又道：这幅画原本藏在一幅十分不起眼的画作之中，是我萧长坤慧眼识珠，看出那画的底层还贴着另一幅画，所以我才将这幅画买了下来。回去撕开一看，果然藏着一幅惊世的唐代画作。不是我吹，这画中之人跃然纸上，栩栩如生。你们见过哪一幅唐朝时期的画作能够有如此神韵？泰斗惊叹道：萧长坤，这幅画真是你捡漏捡来的。萧长坤见他还是不信，上去将画卷了起来，一边卷一边道：你要不信就别看了，我拿我的画给你看，还要被你质疑，我真是懒得跟你费这个劲。那泰斗一见，立刻客气地说道：萧长坤，哦不，萧副会长，你这幅画确实了得，能不能让我再鉴赏鉴赏？萧长坤反问他：你说我这画了得，
有多了得。泰斗不假思索地说道，画工之精湛，生平仅见。萧长坤又问，那你服不服？服，自然服。那泰斗毫不犹豫地点头说道，这种画颠覆了我对唐朝画作的认知，确实服了。萧长坤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将画递给他道，既然你服了，那就让你好好看，看个够。说罢，他又看了看其他人，开口道，瞧见没？这才是两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交流的方式。像你们这种整天就知道跟着别人叽叽喳喳，背后嚼舌头根子，别人说啥你们也跟着说啥的墙头草，其实才是狗屁都不懂。村头的狗叫2声，妈的全村的狗都跟着叫，可你要真问后面的狗为什么叫，没他妈一条狗是真知道的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